狐狸猫打扫书房时，从书柜上找到爸爸收藏的2个纸板人偶。这2个人偶身上有许多纽扣洞，方便自由地将2只手装在不同的纽扣洞上，做出不同的动作。狐狸猫觉得很有趣，于是带着人偶去找小树蛙玩。2人用人偶玩起互相指定动作的游戏。狐狸猫出了一个特别的动作，它指定在不改装人偶手臂位置的情况下，让人偶静止不动，2只手呈现一直线。小树蛙想了想，一手从上方拉着人偶的右手，另一手从下方将人偶的左手一拉，人偶的2只手臂就呈现一直线了。小树蛙得意地解释：你看，虽然手臂装的位置并不是对称的，但是人偶的右手被我施了一个向上的力，左手被我施了一个向下的力。因为2个施力的方向相反，所以人偶的2只手就会被拉成一直线。讲得正兴奋，小树蛙一时没拿稳，原本拉着人偶上方的手不小心放掉，只见人偶转动了180度，晃了一阵子后才恢复静止。狐狸猫问说：为什么人偶会旋转呢？小树蛙放开手之后，人偶上明明没有额外的施力啊。小树蛙提醒狐狸猫，在地球上的物体一直受到重力作用，重力是一种超距力，不需要直接碰触到物体，就能让物体产生力的效应。因此，当突然少了抵抗重力的施力，人偶就会因重力作用而往下旋转。狐狸猫懂了后，小树蛙继续刚刚关于人偶施力成一直线的话题。他说：因为我2手的施力一样大，所以人偶可以维持这个姿势静止不动。狐狸猫觉得奇怪，于是他问小树蛙：怎么知道2手的施力大小相等？小树蛙想了想，决定用弹簧秤来测量力的大小。他给了狐狸猫和自己1人1个弹簧秤，2人分别将弹簧秤勾在人偶的2侧，向相反的方向施力。当人偶达到静止状态时，小树蛙看到自己弹簧秤上的读数为30公克重，而狐狸猫的弹簧秤上读数也是30公克重，这样就证明了2个施力的大小相同。小树蛙总结力平衡概念：当物体静止的时候，我们称它处于力平衡的状态，而力平衡的条件就是2个施力要在同一直线上，且施力的方向相反，大小相等。刚刚的人偶既然静止不动，代表我2手的施力一样大。小树蛙接着告诉狐狸猫，施力在图上可以用箭头来表示。当科学家在描述一个施力时，需要包含它的大小、方向和作用点。箭头的长度代表力的大小，箭头指的方向代表施力的方向，而箭头的起始点则代表力作用在物体的哪个地方。解释完后，小树蛙马上指派一个任务给狐狸猫，看它能不能将刚刚施力对人偶的作用画在纸上。狐狸猫自信地说没问题，将人偶的右手画了向上的施力，左手画了向下的施力。小树蛙在一旁开心地拍手，看来你已经知道怎么画出正确的施力图了，那我考考你。狐狸猫回答：因为一个箭头代表的是5公克重的力，所以15公克重的力是3个单位长的箭头，然后箭头方向需要向右，代表往右推的力，所以答案是 B。 回答完题目后，狐狸猫又问：刚刚我们的力是相反方向，那如果我们的力是相同方向呢？小树蛙回答：如果2个力的方向完全相同，那力是可以叠加的哦，这个我们就称为合力。例如，我们2个昨天一起推一辆购物车，我们1人出5公斤重的力，合起来就是10公斤重的推力。物体如果同时受2个以上的施力，就会有合力的产生。在图上
可以把这两个力分别使用两个箭头表示，同样的，也可以把这两个力合并为一个箭头表示。狐狸猫听懂了，他举一反三地说，如果今天物体是受两个方向相反的施力作用产生的合力，需要将这两力相减，并以力的量值大的当作合力的作用方向，对吧？小树蛙惊喜地拍手，喊着，狐狸猫你太聪明了，就是这样。最后，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内容做了笔记，静止代表物体没有受力作用，或是有受力但处于力平衡。力的表示方法需要包含力的大小、作用方向、作用的位置。当一个物体同时受到两个力在同一直线上时，我们可以用合力来取代。当两力方向相同时，合力为两力相加；当两力方向相反时，合力为两力相减。最后，和狐狸猫与小树蛙一起来脑力激荡吧。想一想，在拔河比赛时，两个班级都卖力地想要获取胜利。A 班共出了400公斤重的力， B 班共出了500公斤重的力。你可以想想看，合力会向哪呢？欢迎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。